我记得我第一次去高级餐厅吃饭的时候，冷场 awkward silence 是舞台演出以及节目进行中最忌讳的现象之一。这一刻是极致的安静，但这一刻里面也有很多声音。是不是喝多了呀？秀雅如何从大场陷入到冷场的困境了呢？这得从3天前开始说起。秀雅，郑浩这儿有座位。我突然想起来还有点事儿，我拿个打包盒回办公室吃。我吃好了，我先撤。我正好没说呢。张岩，他俩怎么回事啊？不知道啊。肯定知道什么，他俩这么不对劲儿。吵架了呗？不是一般的吵架吧？才刚求婚，秀雅就躲着郑浩，戒指戴了1天就没戴了，肯定是郑浩做了什么对不起秀雅的事儿。他俩分手，这跟浩哥没关系。分手了？分手？站着。我吃饱了。关系，别说话说一半。是吴秀雅跟浩哥提的分手。秀雅说之前一直在伪装骗了浩哥，反正肯定不是浩哥的问题啊。秀雅不可能骗郑浩啊。吴秀雅自己亲口说的。我觉得也不可能。你跟郑浩说说，这种事儿嘛，男生就应该多哄哄女生，主动道歉不就完了吗？不是浩哥没做，他道什么歉啊？那万一是吴秀雅做了对不起浩哥的事呢？你小点声，秀雅她不可能做出那种事儿。是啊，我跟你这么说也是为了郑浩好。我觉得他俩在一起挺好的，金童玉女，我也不想他俩分手，是不是？别好心当驴肝肺。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算了，你就当我没说啊。我也吃不下。人是郑浩出轨，你看见了？这是很明显的事。郑浩我了解，他不是一个感情用事的人，而且他刚跟秀雅求婚，还是当着全公司的人的面求的婚，肯定是深思熟虑的。这转眼就说分手了，而且是秀雅说的分手，肯定是郑浩的问题。对呀，郑浩条件那么好，秀雅跟他算高攀了，他们求婚之后突然分手，那必然是原则性问题。所以说出轨都是轻的了。美国社会学家 J. 奥尔特曼和 L. 波斯特曼于1947年提出了谣言公式，之后被发展总结为：
谣言的杀伤力等于事件的重要性，乘以事件的模糊性，除以公众的判断能力。在这个事件中，郑浩作为公司的青年才俊，马上就可能成为公司最年轻的总监，他的个人生活备受瞩目，重要性不言而喻。事件的2位当事人一直没有发生，求婚之后又一直没有同框，2人状态也是相当模糊。大公司里的员工对同事的私生活向来看热闹不嫌事大，会主动将判断力调整成负数。所以，关于郑浩与秀雅的谣言以光速在公司里传播开来，在1天内就占领了热聊榜的第1位。真假的？出轨了呢？真假的？前段时间我还听说郑浩向他求婚来的呢。怎么可能啊？这他啊？莎莎，你懂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东，欢迎大家来到棒课。我的专业是认养殖嘛，专业我爸给我选的。我爸跟我说这专业可好，你就学吧。你要是学好，以后一定有你一碗饭吃。确实，我爸说的没错。现在我在学校实验室做实验失败了以后，天天吃鱼。哎呀。 同学们都在抱怨食堂这不好吃那不好吃，只有我自己每天努力的在给自己加餐。怎么啦？胃口好的时候，馋的时候就研究点海鱼；胃口不好就研究点淡水。那些鱼天天被我研究的死去活来。我跟郑浩分手的事儿还是传开了，强者啊，从不抱怨环境，是吧？而且越传越邪乎，说的还都是对郑浩不利的话。郑浩又不让我说，我也没有办法反驳。 是他不让你说，对你也没有不利，你干嘛要反驳他？可是我也不想郑浩受到伤害啊。至于我，学划船，我们专业夸人啊，跟骂人似的。哎，等一下来，哥，来，请坐，来坐。天天划水上网，非常感谢你的支持。我是报名了，但是我还没想好讲不讲呢。听说你这儿来了个新人啊，还挺厉害的。谢，行。女的，对，不是，那我好奇了，那一个女的能好上哪儿去啊？我看怎么回事？女的怎么就不能好笑了？不是，这是我怎么给你解释呢？女人她是这样，哎，行，那个挺好笑，一会儿您看看就知道。一会儿见啊！啊，行。AKA 成功。大家好，我是赵有成啊，再给小东点掌声好吗？王进怎么来了？都脱口秀啊？他们不说开放麦，来砸场子来了。不听，就咱俩的水平，砸谁场？嘀咕啥呢？谁砸场子？那边那胖子啊，旁边那个，别指，就王进也是说脱口秀的，还挺厉害的，回回都炸场，但是我不太喜欢他，我感觉牛哄哄的，看谁都拿鼻孔看人。他跟石野谁厉害？差不多吧，但是他现场效果比石野好一点。但他段子都忒低俗，拿低级趣味煽动情绪，对，不喜欢，爱诋毁别人。半夜起来一看表，凌晨4点多，你知道半夜惊醒的感觉很难受的，这浑身冒冷汗，心跳也很快。我发了一个朋友圈求救，我说谁有什么早睡的好办法，赶紧教教我。凌晨4点发出去，我一个朋友立刻就回我了，他说我有一个好办法，你要听吗？我说大哥有办法，你用啊。自己还没睡啊。第二天还是没有理我，我说啥办法教教我。他说他有一个早睡的打卡群，一进群里面100多人，晚上9点的时候，群主一声令下，说老铁们准备睡了，100多人开始排队，晚安。我也发了个晚，我觉得晚上9点睡的真的很早了，对吧？结果凌晨3点有人进群了，所有人开始排队了，欢迎新朋友，给我吵醒了，我那天本来都睡着了，我后来大家说不能这样，要想个办法，我们定了一个群规，说如果到了12点谁还没有睡，就在群里发一个50块钱的红包。这个群规漏洞百出，就有时候凌晨2、3点啪一个红包发出来，我都不敢抢，抢了还得再发一个，但是50块钱我真的很想抢，
让我不能现在抢，我就等。因为你2点没睡，那叫熬夜；但你要6点不睡，可就是早起了呀。发现这个群也算是实至名归，对吧？因为自从加了早睡群，我是天天早上才睡。到这里，谢谢大家，我是有成，谢谢。再来一瓶。哎呦我去，挺能喝呀！哎呦，行了，你一会儿上台打嗝了。喂，哎，你什么时候来的？刚来啊。大家好，我是秀雅。状态不太对，不下冷场。上周呢，我和我的完美男友不能吧？老规矩打赌。你们说什么呢？本来以为一切都结束了，结果没想到是刚刚开始。我的男朋友呢？不对，我的前男友也不对。这几天的种种都涌进他的脑子里。吴秀雅突然意识到，她现在已经没有立场再用吐槽男朋友的口吻吐槽郑浩了。她已经给郑浩带来了伤害，那她就更不应该再把他作为素材。不好意思，换个段子。我记得我第一次去高级餐厅吃饭的时候，新生活有新生活的代价，这种代价常常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他怎么了？哎，妹妹，来，要不然你先去歇一会儿，我帮你说2句，啊。那个大勇啊，把空调关一下，这地方有点冷。那个，你还站在这儿干什么？咱不是单口喜剧吗？你这样不成慢才了吗？是吧？大家好，我是王健。哎，我提议啊，我们再给刚才那位演员鼓一次掌，好不好？好。当然了，我个人认为这个掌声更应该是鼓给你们自己的，足足半分钟啊！你们是怎么熬过来的啊？当然了啊，我们这个行业呢发展没多久，什么样的人呢都能站在这个台上。我作为这个行业的前辈啊，我呼吁大家心存耐心，好不好？哎，说句良心话啊，因为站在台上你是要追求好笑的，那你让女人好笑实在是太难。而且即便你真的好笑了，那你个人形象可就没了啊！你们要记住了，一个男人绝对不会因为一个女人好笑而喜欢她的 ，forever and never。如果他要是真的喜欢了，那这男的得多馋那个女的这段子啊，是吧？我赢了啊，给我买酒。大勇，6瓶啤酒，你负责加啊。呀，哥喝多了吧？我叫车给哥送回家。你俩是不是想玩赖？玩什么赖？哥岁数大，喝不了。谁玩赖？怎么了？师爷压秀雅会冷场，我俩压秀雅能炸场。但我觉得不算冷场，就是没发挥好。这还不冷啊？他去溜冰场制冰的无用制冰机，一个段子50平米冰面出来了，是吗？被夸起来只有3个字：狐狸精。你们在赌我什么？就我们在赌，看你今天会不会冷场。我冷场你很开心吗？不是，我赢了我肯定很开心啊。那他们俩输了我不知道。我以为我们是朋友，没想到你们用这种方式来讽刺我。不，太不尊重了。哎，这千万别误会，我这不是不尊重你啊，就我们经常这样，说谁冷啊，谁炸啊，你习惯一下就行了，这不是不尊重，别误会啊。哎呀，没关系，妹妹啊，只要你肯坚持，你一定会习惯的。哎，让一下。不是，我没说什么过分的。那不冷场很正常吗？你看，我就说那姑娘不适合做喜剧是吧？早知道还不如跟你们一起赌一把呢，还能赚瓶免费的酒喝。哼，我现在给你打个赌吧。行啊，赌什么？不到半年，他说的肯定比你好。哎呀，哼。
行了，你也别生师爷的气了，他也不是故意要羞辱你的。我知道。哎，你也别替师爷说好话了，而且我是生我自己的气。本来就是我自己不行，被羞辱也是应该的。可是我怎么就突然不行了呢？人都有不行的时候，别太在意。可之前一直都行啊。可能是你最近太累了。这事儿吧，你越想着它就越容易不行。哎，你可千万别因为受了打击就不去说脱口秀了啊！我可是为了你才去棒喝工作的。你可拉倒吧你！你不是为了石野才去棒喝工作的吗？你要不去了，我自己去多没意思呀。那石野他又不理我。放心吧，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这点困难算什么呀？我相信这次冷场就是偶然的，下一次我绝对就会恢复实力的。我也觉得你肯定可以。谢谢大家，我是秀雅。大勇今天挺谨慎，5瓶，小东10瓶啊。谢谢大家，我是秀雅。你们俩今天怎么就压2瓶啊？2瓶不是甜。嗯。谢谢大家，我是秀雅。算了，这事就算了。哎，鸭不冷的啊，你都自觉买酒，来不及买酒的发红包也行。发群里啊！8瓶啤酒。小东负责加。不是，今儿看秀雅那架势，我以为冷不了。不是，再说你最近怎么天天在酒吧泡啊？你就不能错过2场秀雅演出吗？你不工作不挣钱啊？我觉得还挺好的呀，又能挣钱又有酒喝，我不用上班。不发了啊！哎，小兰，你抢错了吧？哎，昨天那个客人是不是把帽子丢了？我去找一下。你等会儿，你坐这。不会也买秀雅冷场了吧？有没有人管管这小屁孩多管闲事？你也买？不是，哎，这是纯塑料姐妹花呀，这个。懂什么呀？我这个叫做风险对冲，我先帮秀雅存着点，挽回一点损失，回头这钱都要给秀雅。明白了，我懂。朋友，真朋友都这样。唉，我不在乎钱，我就是想知道我是不是真的没有喜剧天赋。哎，千万别这么想啊！这喜剧天赋这东西，它是一虚无缥缈的东西啊。我也没有，但你看我依然为中国的脱口秀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冷场，是脱口秀演员的必经之路。你们都冷过吗？我第2天就冷了，我3个月，我121。121场？你不什么呀？你太看得起我。我说炸1场，冷2场，再炸1场。你那叫炸场吗？你那顶多叫呲花。反正我是在座的冷场率最低的选手。那是因为你说了3个月还没我冷场次数多呢。那你们都是怎么冷场的？那就因人而异了。所有的炸场都是相似的，所有的冷场则各有各的冷法。有人是因为紧张导致了忘词儿。不好意思啊，我说错了，我重说一遍。中国人呢，经常喜欢说客套话，就是客套的废话。我和我邻居住得很近嘛，对，刚刚这个也是一句废话。我出门就经常能碰到邻居嘛，邻居会问我，哎，你出去啊？我说对啊，我出去啊，这不就是废话吗？难道他问我说，哎，你出去啊？我说对，我回家呀。然后失去了信心，又匆忙换成了另一个段子。
我再说一个啊，从前呢有2颗葡萄。有人是因为讲了过于复杂的段子，观众没听懂。不是我刚才说的很复杂吗？一点也没听懂。不是，这是个段子啊。还有人纯粹是因为跟观众进行了不适当的互动。哎，这位仁兄，那个手机声音是不是能关小一点点？你这样影响到别人了。本来也没人愿意听你说啥，我愿意干啥干啥。我冷场是什么原因啊？这得从你炸场那次说，你不是吐槽你前男友啊，就是吐槽你单位那个奇葩同事什么的。你是受了委屈，你带着愤怒，你得找着出这口，在这呱呱说，台底下观众愿意听啊。但是在之后呢，你的表达欲跟你的表达立场都不见了，这时候就麻烦了，这卡壳就很正常。要不为了咱们的钱包着想，秀雅，跟郑浩和好吧？我谢谢你啊，我对脱口秀还没有痴迷到那种程度。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拓展题材，找到还有什么可以说的。放鹤酒吧的朋友们给吴秀雅提了很多建议，包括但不限于列出所有可以讲的题材列表。啥呢，哥们？这当时要落地了吧？不好意思。近距离观察生活。我跟你说啊，这可是意大利头层牛皮，定制的，知道吧？20多万。随时随地记录下脑子里的点子。写下要讲的内容的逐字稿。早高峰的地铁有多挤呢？就是我早上去挤地铁的时候，穿着刚熨好的连衣裙，一下车就变百褶裙了。每天早上啊，我挤地铁的时候，我就在想，哎，我就像一个仙女一样，脚都不用落地，飘着就上去了，飘着飘着，哎，就下来了。原来神仙也只不过是被捧起来的普通人而已。谢谢大家，我是吴秀雅。吴秀雅照着这些建议一一实践，但是冷场还在继续。今天好多了，比前2年都好。你是不是也有感觉？但是那个百褶裙那个梗，我觉得可以再多说一点。抻长。对不起。没事，你不用跟我道歉。我其实不在乎你们拿不拿我打赌，但我真的很想说好脱口秀。大家说的那些办法我都试过了，也都没有效果。你实力最强，但你一直没说什么。你能不能帮帮我呀？我想听听你有没有什么办法。我也没什么办法。不是我刚才说那话的意思是，对不起，你坐我这车了，我得赶场子去。不是，实在不好意思了。不好意思啊。地铁和租房子，都不是你当下最在乎的事儿。你冷场不是因为你没有烦恼，而是相比之前，你现在的烦恼就像一团乱麻。你应该学会理清你的情绪和思路，去学会面对你真正烦恼的事儿。真正让吴秀雅烦恼的有2件事。给大家宣布一件开心的事儿啊！市场部呢，下周准备去搞一次团建，然后他们这次活动比较有新意，密室逃脱，所以我决定咱们也出份报道，然后他们就干脆邀请咱们一块儿团建，这样咱们自个儿团建连着搞了，
咱们的文章报道也写出来了，一举多得的好事儿。马超，哎，另外还有件事要宣布啊，2组组长今天开始正式由马超担任，希望你不负众望，给他一点鼓励。谢谢经理，谢谢大家，加油啊！马超成为新的组长，他的小组负责集团零售部门和金融部门的内部宣传工作。他开始挑选手下组员，吴秀雅当众炮轰过马超，自然不会被选中。最终，马超选择了庞静、邹琪和王彤作为他的组员。你们是怎么做出来的？带脑子了吗？先说这个颜色，这个黑色它黑的不纯粹，还有这个直线，边框上的这个直线，它不直，这都是细节。我这个人最注重细节，因为细节决定成败。烦死！怎么有这么傻的领导啊？说的什么屁话？哎，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你这弄的都是什么东西啊？自己看看。我让你们组做的是咱们集团各部门明年第1季度的宣传总计划。你这前3、4页都写的什么？你自己读读给大家听听，全是废话。是，我不是跟你们说了，早让你们改了吗？就是你让我们改成这样的呀。哎，是你让我们。别解释，拿回去重做。经理，你放心，这样我亲自改。你们呀，哎呀，我亲自来。没事吧？马超又折腾你了？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我受不了了。你有什么不会的吗？我帮你。这个格式不知道怎么调。谢谢。你俩干嘛呢？我帮庞静改计划书不行？不行，你们做工作得考虑避嫌，你又不是我们组的，万一泄露了我们组的机密怎么办？没事，我自己能。谢谢。马超啊，我实在没法拿着你这东西到董事长面前做汇报。我要是因为这个东西，在董事长面前出了什么差错，那影响的不是我个人，是整个部门。你知不知道？我知道，经理，是庞静的问题。他给我这个版本，这不是我跟他最终确认的版本。哎呀，你自己的组员，你自己负责管理。我一定注意他这个粗心的毛病。我注意。怎么回事儿啊？啊？是不是我平时对你们太好了，天天跟你们笑脸相迎的？啊？这个计划书怎么就做不好了呢？哎呦，尤其是你庞静，你就是我们这个组的吊车尾、拖油瓶。今天大家被批评都是因为你而起的。今天晚上12点之前，重新做一份发给我。如果再做不好的话，我们整个组都得完蛋。这种问题你到底让我说多少遍？你这组长到底还能不能当？说话。这种问题到底还要我说多少遍呀？这份工作你们到底能不能干了？实在不行，咱们梦寐淘汰制吧。庞静，末位淘汰了。吴秀雅一方面关心好朋友庞静，她担忧这样下去，庞静就要被马超连累，很可能。Lighten up, take me on your magic river. Tell me all your dreams align.
wind me up and tell me about the people that you know who are trying to feel alive. Life can get hard, so honey, if you need to cry, just come share my pillow and rain, rain, go away. 他妈怎么管？那我现在人手不够了，您得把他弄回来。反正现在是死活不回你组了，自己想办法。进来。胡经理，什么事儿？我想申请加入马超这个组。我能知道为什么吗？王彤去一组了，这个组的人手肯定不够。如果因为这个耽误了项目，影响了我们整个部门在上级心中的形象，我觉得就不好了。我反对经理。吴秀雅之前跟我有过矛盾，我不希望她进我的组。刚才谁在这坑里缺人来着呀？能不能完成任务？就这么定了。就不能给我换个别人吗？你还挑三拣四的，人家一组月面放人都不知道。吴秀雅，我同意你进二组，但是我丑话说前头，不许再闹矛盾，再闹出事情来，2个人一起走人。好。再来杯咖啡。谢谢大家，我是秀雅。好像进步了一些，掌声变多了。我知道你在安慰我，虽然还是冷场，但是我有所准备。准备什么？准备跟冷场长期共处啊？那也不可能。我现在已经直面我1/2的烦恼了。等郑浩升职的靴子落下，我解决了剩下1/2的烦恼的时候，我就可以有底气，彻底跟我的冷场做一个切割了。你就那么肯定郑浩能升职啊？他自己很肯定啊，他是个胜算很高的人。你等他做什么？那分手又不是离婚，是不需要别人同意的。我知道，我这不是想找到一个方法，能最大限度减少伤害吗？你如果真的想减少伤害的话，那你不如嫁给他。你明明在伤害别人，却一直喊着减少伤害，就好像是你不想承认自己在道德上有缺陷，还想当个圣人。我不是想当圣人，我只是想找一个合适的解决方式，让大家都高兴，快点解决我这分手这档子事儿，然后开始新的生活。这个世界上就没有让大家都高兴的事儿。我曾经在情感杂志上写过半年的稿，你这种问题我见得太多了。如果你自己没有决心改变的话，就不会有新的生活。走了郑浩，还会有王浩、李浩。再说了，新的生活一定就是好的吗？通透啊，越来越期待他跟郑娜分手的那一天了。赵小兰，是不是我的人啊？永远都是假的。小郑啊，本来你这次是很有希望的，不过年轻人还是应该更冷静一些，毕竟我们是做业务的嘛，啊，最忌讳的就是喝醉了酒啊，对自己失去了控制，记住是吧？对不起，我以后绝不会再犯了。而且现在公司里一些传闻传得沸沸扬扬的，你可是我们集团最年轻的部门副总监，董事长和我非常器重你，但是我也不能一直提拔你啊。现在已经有别人对我很有微词了。再说了，现在是董事长想对集团进行结构调整的档口，多少双眼睛盯着我呀。我看这次就算了吧，等明年啊，结构调整结束了，
整个情况稳定了，最主要的是你有了更大的业绩，我们再提好吧？天堂疯人院，这里聚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精神病人。一夜之间，忽如其来的一场大火，使这里成为了人间炼狱。火焰烧干了他们的血液，只剩下干枯的人皮，包裹着白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让大家都高兴的事儿。你如果自己没有决心改变，是不会进入新的生活的。欢迎来到天堂疯人院。大家分头找出口。这，跟着我。体总监的事儿有结果了吗？你就这么着急啊？我们分手的事儿都已经传开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再瞒下去了，跟大家说一下比较好。这是我们的私事儿，没必要跟别人汇报了。我们不说，大家就一定会一直误会下去。你看现在那些谣言都已经传得乱七八糟的了，这样拖着反而不好。吴秀雅，你别逼我了，行吗？你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我不是要好处，我之前答应你不说是想保护你。我不用你保护，他们爱说什么就说去吧。我就是出轨了，怎么了？我就是有个3岁的孩子，怎么了？郑浩，你没必要这样。我们只是分手了，这不是世界末日，我们都应该开始新的生活了。我知道大家都在传我跟郑浩分手的事儿，你们随便怎么议论我都管不了，但是我希望大家不要再造谣了。郑浩他没有做任何对不起我的事儿，没有出轨，更没有孩子。郑浩是个好男人，就是我单方面提的分手，就是我们两个不合适，我不想再跟他在一起。小安，对不起。我想静静。
哎，这边。刚才真的是太尴尬了。是啊。哎，所以郑浩就是单纯的被甩了？哎，那他是不是不行啊？那谁知道？走，赶紧走，吓死我！你怎么能当众这么说呢？说一个男的被女的甩了，还不如让大家觉得他出轨了呢。没事啊，修雅，你别听他们说的。哎，秀雅，你去帮课吗？对，几点的场9点半，下午公司团建耽误点时间。你怎么看着心情不太好？哦，没事。我载你去啊。好啊，谢谢。坐好了啊。今天能说的挺好。为什么呀？心情不好，说的都挺好。这样。拜拜。拜。专业统计，90%没经过专业训练的街头对打会在3招之内演变成摔跤，郑浩和石野也不例外。你谁啊？那是我女朋友。我虽然不知道你说的是谁，但是我这个人不跟有男朋友的女孩交往。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你们肯定已经分手了。
是